这次我们来介绍我们铃兰之剑的新角特丽斯。职业粉碎者，能走3格。阵营时空旅者、漂泊者、侵略如火。时空旅者大光环在杰洛特身上，漂泊者大光环在黎各、克拉拉还有米格尔身上，但只会用黎各的。侵略如火大光环则在萨曼莎 SP 身上。特殊词条分别是：时空旅者伤害与穿透加10%，攻击定身目标时伤害额外加20%。漂泊者主动攻击或反击时，每命中1名目标伤害加5%，最多15%。若目标处于受伤，暴击率加10%，暴击伤害加10%。侵略如火技能伤害提高10%，范围伤害提高20%。不过在侵略如火阵营中，这个光环倒不是重点，重点是萨曼莎的个性光辉守望，它能让侵略如火阵营的角色能上审判烙印，不仅是一伤，还能让萨这台车碾过敌人后再倒退撸。不过较为可惜的是，萨曼莎的速度是152，特丽斯速度151，比萨 SP 速度152还要低，需要透过奥古斯特的笔记本来加速。纯论光环的话，最适配的是时空旅者的杰洛特，其次是漂泊者的黎各。但如果加上角色好用程度的话，萨曼莎功能性多，没抽杰洛特的话，侵略如火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有书的话，可以自己传送，配合黎各一起当萨的手脚。接下来是个性，分上下2部分，上半部分不随星数变动，下半则会。上半部分主要是给特丽斯2个特性，下半则是属性和机制。首先，特丽斯免疫燃烧与冰冻地形，这和某个传奇魔女不一样，给的不是 buff， 故无法被驱散。第二则是减少治疗效果，增加护盾的效果。冰火律动是在冰地板放火，或在火地板放冰，让敌人3温暖就能触发，附带一个9宫格的 AOE。就像这样。你说什么？很像赤焰毒药？怎么可能？冰火异伤所属异伤类和其他异伤互成，但最高300%，剩下的数值提升会显示在萤幕上。最决定性的成长在3星在5和5星，分别是冰火异伤，还有冰火律动回2能量减2冷却，能让他彻底抛弃辅助被动，用输出被动。基础技能传送门射程5对地面，和某魔女不一样，不需要火地板才能传送，获得能量和双盾。附属被动不屈，并立即传送到2至6格友军身旁，每场战斗1次，不是每次传送都会1次。I will not fall. Not here. Not now. Enough. 遊んでみる？了解。第一阶左边，辨析治愈魔药。行动结束对3格内血量趴最低的友军治疗。若是时空旅者阵营，则获得2回合攻2，双防2。第一阶右边火焰球，射程4格，对敌人范围1格。施加点燃，使地形变为燃烧，对敌人施加2回合禁疗，降攻2。注意，有使地形变为燃烧词条的，能够使任何地形变为燃烧。Take that!
不需要有强制 The 词 job's 条。 done. 实际上，强制词条目前好像也没有和使地形变为燃烧做区分。如果有发现的玩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I'll clear the way. 第3阶左边，薄爆术，射程4格，范围3格，施加2次刺激冻伤，使地形变为冰冻2回合。攻击前提高攻击，攻击后进入准备，下一回合再次发动。说实在，他们对冰属性和火属性有点偏心。 Take that. 冰属性基本上所有地板都能变为冰冻，不需要词条。 I'll clear the way. 但火属性没词条，只能把可燃烧的地形点燃。第3阶右边，流星火雨，射程4，范围2，施加1次点燃，使地形变为燃烧2回合。攻击前攻击提高。 Get ready for some magic fireworks. I'll clear the way. 第5阶左边回能，老技能了，不说。第5阶右边魔法屏障，被单体攻击前进行先制，可获得对应攻击的护盾。又一个既视感。 遊んでみる？遊んでみる？第7阶左边冰霜操控，当敌人在冰属性地板时，使用冰属性技能，对其施加1回合的降1移动、降1射程，并使薄爆术 CD 减1。因为薄爆术本身准备再发动的特性，让它在释放回合时自己就能够触发1次。 I'll clear the way. The job's done. 它原本 CD 4就变成 CD 2了。第7阶右边，特丽斯的怒火，爆率提升，对定身敌人爆率额外提升，魔攻提升。第9阶左边和右边都是老技能了，我自己是选左，这个是比较看玩法的一个普攻。第11阶左边，寒冰冲击改，直线5格对地板，对首个目标施加2回合降移动3。若已经有降移动系列 buff， 则追加冰封。Take that. 第11阶右边，元素斜率，交替冰火技能，回复1能量，降低1冷却。第13阶，攻击受到 dot 的目标时，伤害爆率提升，触发冰火律动，魔攻提高。若是要玩冰火律动的话，因为各个星级循环的问题，点法会有所改变，故列出几种变化。希望各位看官依照自己决定要练到的星数去做规划。1、2星因为能量循环问题，只能够携带低配版的火焰球、元素斜率，还有寒冰冲击改。循环大概是这个样子。 Take that. I'll clear the way. Take that. I'll clear the way. Take that. 若是携带正常版的流星火雨、元素斜率、薄爆术，则会需要使用普攻来进行 Take 元 that. 素斜率。 I'll clear the way. Get ready for some magic fireworks. I'll clear the way. Yeah. I'll clear the way. Take that. I'll clear the way. 如果不想要穿插普攻，用低配版的，那就是右左右，左左双开。3、4星开始才能使用正常版的流星火雨、元素斜率、薄爆术。
that! I'll clear the way. Get ready for some magic fireworks. I'll clear the way. I'll clear the way. Get ready for some magic fireworks. I'll clear the way. 点法是右双开右，左是3星就停，为纯兵控场留开路；右则是准备升5，或是你准备丢棋子或其他减 CD。再来是左和右，5星才是完全体的流星火雨、特丽斯的怒火或传送门加薄爆术。Take that! I'll clear the way. Get ready for some magic fireworks. I'll clear the way. I'll clear the way. Get ready for some magic fireworks. 点法是右双开右，右左随意。还有另一个玩法是纯粹的控场，携带薄爆术、冰霜操控和寒冰冲击。Clear the way. Take that! I'll clear the way. Enough! I'll clear the way. Take that! I'll clear the way. 但这个玩法会需要火焰的普攻，或是你就只能纯粹再多等一回合。点法是右左右，左右左。最后一个玩法是纯火，携带火焰球、流星火雨、特丽斯的怒火或传送门。但是因为这个玩法能量太吃了，你需要有非常强的补魔能力才能有机会使用，或是直到下一季的露西亚有更多的冰地板能够触发冰火斜率时才能够使用。这只角色可以冰火双重天，也可以纯冰控场，还可以纯火当点燃器。虽然我目前个人大概只会玩前两者，不过谁知道呢？他自己的技能理论上可以非常多变，但是都卡了其他技能，最具特色的传送门也无法装上。若是速度快点或传送门当第4技能，都能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装备选择的部分，武器、人境，优点是伤害稳定。再来是星陨焚空，也就是师傅的专武，范围伤害提高，暴击时对目标施加点燃，行动开始时15格内最近敌人地形变为燃烧。主要是要最后面这个词条，这样才能立即触发冰火律动。专武加的属性是比较稀缺的爆伤，而特丽斯5星开13阶完全体，光靠自己就能达到 95% 的爆率。不过敌人必须处于很严苛的状态，少了持续伤害，例如火的点燃、灼烧、威尔德的感染、冰的冻伤、次级冻伤和其他生命流失，这几种状态就先少了 20%。 虽然特丽斯自己貌似很容易达成门槛，但第一轮攻击几乎都吃不到。少了定身，则又额外少了 20% 的爆率，这样算下来，其实爆率只能做到常态维持 55%，没有理想上的那么稳定，伤害波动会非常的大，且投资成本也非常的高。3星开13阶是比较能够达成的水准，在这状态下更是只剩下 25% 爆率，算上持续伤害也仅仅只有 45%， 非常的不稳定。当然，以上只考虑了自己本体，实物上如果你带爆率辅助如赫莎，那基本上也是白爆。装具：火戒用来点燃地板，正义盾数值，并且特丽斯对护盾有加成。然后接下来就是其他数值装备。
塔罗、魔术师或正义、刻印、剑杖。接下来是这只角色的懒人包，星数建议3星，完全体5星，技能选择输出右、双开右、左左右，辅助右左右左右左。不过最好还是看一下完整的资讯。技能组合推荐：3星，流星火雨，元素斜率，薄爆术。5星，把元素斜率换成特丽斯的怒火，冰控场，冰霜操控，寒冰冲击改，薄爆术。刻印剑杖，武器，专武，棱镜，星陨焚空，装具，火戒，正义盾，护身符。塔罗、魔术师或正义。那今天的角色介绍就到此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哦。